快过圣诞节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咱们能不能看有时间订个机票飞回德国去拜访一下你的父母和你家人？他直接说，哎，没这个必要啊，这个机票什么的也挺贵，大老远的，回去有时差什么的。然后我说，那不行的话，那咱们能不能视频聊个天啊？因为圣诞节毕竟是西方重要节日嘛。他也来一句，没这个必要。然后还有时差，什么语言沟通障碍，我当时很生气，我说，那我不是可以说英语吗？你在我旁边给我当一下翻译不行吗？但是我父母不会说英语，所以，还有我觉得就是比较麻烦，买一个机票什么的都能够回德国，太麻烦了。还有我觉得，爱情是我们俩的问题，不是我父母，不是他的父母的问题。所以如果我父母他们非常相信我，所以如果我找一个女朋友，他们当然喜欢你，所以没关系的。之后最生气的是，过了以后，他妈妈的生日快到了，我当时就搜集了一堆就是比较好吃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特色旗袍，我说到时候给他妈妈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哎，你能给我跟你家庭地址什么的吗？我可以寄给你妈妈。他又说个没必要，我妈肯定不喜欢。你想我那些东西呢？他后来就根本没有经过我同意，直接分给他同事朋友这些了。对，他们喜欢吃，我妈妈真的不喜欢。我妈妈不喜欢那个吃中国的特色，她只喜欢那个德国菜。所以，但是我朋友们和同事他们都喜欢吃中国的特色，称的那个。但是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把我给你妈妈准备的礼物就送给别人呢？就算我说送的礼物不够贵重，领心情意重嘛。谁让你送的？我觉得我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们已经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关系了。你谈到后来，我发现就变成了说。娶我吧，娶我吧！你们家人赶紧认可我吧！你这姑娘太轻贱自己了。你知道跟他在一起这1年多，我觉得，毕竟2个人是异国人嘛，走在一起很不容易。我什么都去不停的在包容他啊，他真的是让我伤心透了啊！怎么了？他这个人还特别懒，你知道吗？啊，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吗？有一次我跑他家里去，推开门我一看。我天哪，这是人可以待的地方吗？真的是跟狗窝一样。我们从来没见过，就说谁的家可以乱成那样，桌子上、地上、床上到处都是脏的衣服啊，什么碗筷呀，就往那儿随地一丢。我实在都看不下去了。我说，那我帮你打扫打扫吧。我问问他，我觉得德国人都这样吗？不是，你们那人都这样吗？但是我23岁，我觉得这个是很干净，是我的家啊，所以我觉得很干净。就是德国23、24岁的男生的家都是这样的，是吧？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你说的啊，好啊，真的觉得不可理喻。然后之后我说我看不下去，帮你打扫打扫吧。他说行，那你就打扫吧。他自己就拿个手机玩，跑了一边，像个大爷一样翘个2郎腿那玩手机去了。他就看着我给他打扫完。然后他最后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打扫的时候他最漂亮，所以我喜欢他打扫。哎呀，你真会说话！打扫的时候最漂亮。我觉得男士他洗碗的时候、打扫卫生的时候更性感呢。但是我不喜欢打扫啊。所以说，我是你请的保姆还是你的女朋友？你是我女朋友。我觉得不。哎，姑娘，他会照顾你吗？没有。之前我有2次生病了，第一次是在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肚子疼不舒服，然后他当时就说啊你哪儿不舒服，要不要我过来赶紧陪你。当时我们家住在东边，他住在西边，然后这时候他还打车过来，德昌，那我照顾你吧。但是到后来他就真的对我的感觉，我可以感觉到慢慢在变淡。每一次就是我给他打电话什么的他不接，然后后来。第2次我生病的时候是半夜，然后给他打电话，他第1次他没有接，第2次还是没有接，到第3次、第4次的时候他就直接关机了。我当时真的心里很寒，你知道吗？女生在生病的时候是最需要男生照顾的，而且自己有男朋友，为什么他连电话都不接，而且还关机？等第2天我问他，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他说你生病你不是该找医生吗？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是医生啊。我真的不是一个医生，所以我怎么可以帮他？就是我不可以看他的病，就是他去一个医院看医生是最方便的，对不对？我觉得，所以我现在明白了，全球有一类男人，那表现都是一样的，追的时候如影随形，到手之后，
就不珍惜嘛。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呀，姑娘？我现在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到了尽头了，你已经没有今天来干走下去的嘛呀？可能。你今天来干嘛呀？我想跟他分手。我不想跟他分手，我觉得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么大啊，我还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我很开心。对，但是如果他不开心的话，你没看得出来你开心，他一直很不开心吗？你喜欢的女生在那儿哭，你在这儿笑得特别开心，你不应该去哄哄她，给她擦擦眼泪吗？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他在那儿哭什么呢？所以说，我就觉得他一点也不在乎。你再怎么幽默，问题是他在哭啊，跟你的幽默有什么关系呢？她是不是你喜欢的女人呢？她是我喜欢的女人。那她在哭，她悲伤，你却这么快乐，你觉得这合乎道理吗？我现在去她那个抱她，但是我站在这，她站在这，我可以去吗？你当然可以去啊！有谁能阻止你吗？哎，刚说受不了，怎么手就上去了？你看，这么一抱，你就看抱出了骨气来了。你看有没有骨气？一看就看出来了。你看，哎，你们家那胖子兄弟肚子现在还大吗？我爸已经可以自己开始锻炼了。你爸已经开始锻炼了？因为说他这句话也刺激挺大的，然后别人也说，你肚子也挺大，你是该锻炼锻炼了。哎，这是怎么了？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孩，我想问你，你的中国话真的说得很好。那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入乡随俗”。听到了。什么是入乡随俗？就是我住在这，所以我应该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的女生。对对，那你知道中国文化当中如何去见父母吗？见父母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跟他的父母见面，聊聊天儿。那至少我想要告诉给你，你不尊重这个女孩带你去见父母这件事情。这句话其实我同样说给女孩听的。如果她是一个真不懂，她说不好意思，我不懂入乡随俗这个词，那好，我们可以慢慢去教她。但是她既然说我懂，但是她不去做，说明至少在心里边，她并没有真正尊重你所带她去见你父母这个含义。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你谈过恋爱，你也应该懂男女之间应该体贴和包容。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各国的男人，只要喜欢一个女人，都会为她去做她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也没有看到啊，姑娘，我也没有看到她在为讨你欢心而做了让你愉快的事情。家里边没有收拾干净不让你开心，去你父母家，然后对你父母的一举一动也不让你开心，包括你没有说的这里边说的，她的一些暧昧的举动也没有让你开心。所以他心里边到底有你还是没你，我相信你能够感受到。他刚才抱你那一下，你整个人就软了，马上贴到他那个地方去，觉得真的他好像很爱我。但是拥抱并不能代表他是爱你的。我更多的时候希望的是，你能够去看看你们两个在一起相处的一点一滴的举动。你生病的时候，这个人是关心你的，是能够陪伴你的吗？他不能陪伴你。包括他刚才说的话，说生病了应该看医生。难道你爸你妈生病了，你妈跟你爸说你去看医生吧，我不会管你？我相信你。那你们家庭的文化是那样，但是对于他的家庭文化不是那样的。他的家庭文化是家里边有人生病，就是一定家人要陪伴，而且孩子长大过后就是给父母买礼物，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所以如果你真的懂入乡随俗，你就一定要遵从中国的习惯。他给父母买礼物，不仅他要给父母买，你要去，你也要买。所以女孩子，25岁怎么了？还大把的青春好年龄啊！找一个懂得疼你的、关心你、爱你的，不要因为那一个拥抱而就毁掉自己的一生幸福。爱情难道仅止于就是开心吗？在我看来，爱情除了开心之外，还有焦虑，有担心，有惆怅，有心痛，有种种的情感。如果爱情只有开心，那么谈恋爱的这个人应该是个自私的人。爱情当中一定有酸甜苦辣，有高兴有不高兴，有嫉妒有豁达。所以说，我想问你，你怎么了？还有现在有些女生怎么了？
平等2个字在你们之间荡然无存，你图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有很多情况下是突出在一个虚荣之心。拿得出手吗？多帅啊！再帅再拿得出手，对你不好那是别人的老公，跟你没关系。你又有什么值得高兴呢？对你这样也就罢了，你还头急着带回家，让他去不尊重自己的父母。我在想那样的一个场景，这父母等着女婿上门是多么热切和兴高采烈的一种状态，就想看看自己的女儿所爱的这个人，唯恐做的不周到，怠慢了客人。可结果呢？你这种女儿当的，前半场哭得稀里哗啦，一个拥抱马上就贴上去了，你的骨气在哪里啊？我这点不针对于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我觉得一个女人谈恋爱谈到这样的悲哀，把自己当成了老妈子，自己在那哭得稀里哗啦，别人无动于衷，还要我这样一个外人来提醒，哎，你的女朋友在哭哎。你觉得你在她面前是一个爱人？你觉得你在她面前是正儿八经、堂堂正正的谈恋爱吗？你是在跪着要恋爱。所以我有的时候是真的不明白，尤其是男生一出场，在下的那些女生的花痴般的那个样子，一点矜持都没有了，哈喇子都要流到这儿来了。帅没有问题，男人喜欢美女，美女也喜欢帅哥，但美真的能当饭吃？再帅不懂得尊重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爱情，那种帅太肤浅。我一点都不觉得那是招牌式的微笑，灿烂的微笑。我觉得真正的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疼爱，那才叫微笑。你能不能抬起腰来？今天绝对不要出来。世界各地文化不同，但是有一个应该是全人类的认知，比如说尊重，对吧？对。你如果真的爱他，请你记住要尊重他。你如果真的爱他，请你考虑他的感受。你如果真的爱他，就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开心，而应该是你们2个人开心。我想这个全世界的男女谈恋爱都是这样的吧？不是，但是23岁的男人都是这样的，不是都是，但是很多是这样的啊，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不是，就是我们先不能想我们将来怎么样。没有啊，我可没说让你想将来怎么样啊。我只是说，如果你真的爱他，请你考虑他的感受。我考虑他的感受。啊，以后吧。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主随客便。所以在这儿我们就不说你了，因为你是我们的客人。我们只能说说自己家的孩子。其实，在这一段爱情当中，不管对象是谁，如果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在跪着谈恋爱，人都站不直的话，那这就不是一段爱情，谈不上跨越。因为人家说，真的爱情就是可以跨越民族、国界、种族，真的爱情是可以跨越一切的。这是不是真的爱情？你自己掂量。哎呀，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们刚刚说了，爱情是2个人的一个事情。我跟你说过，我跟你一起，我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不开心的话，我了解为什么你想跟我分手，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我真的爱你。你爱我吗？我觉得你做了这么多一切，都伤透了我的心。我觉得我已经不再爱你了。我需要的是尊重，不是说你开心，大家开心而已。我需要是在我生病，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我最爱的人能够陪着我，而不是逃避我。请亮灯，请回吧，2位。请关门。咱们是在跨年嘛，说过了嘛，跨越嘛，看看